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就在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讲解刚宣布不久的2022年财政预算案对股市到底有哪一些影响，到底有哪一些领域是受惠的，而对其他领域又有怎么样的影响。那今天小编我将会来为大家讲解一家进军可再生能源业务的公司，并且看看他们今年的扩张到底能否让他们更上一层楼。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今天要来为大家分享的公司就是 Pestech， 他们是大马唯一一家提供综合电力技术运用的上市公司。那公司的全名就是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简称 Pestech。他们的业务涉及项目管理、工程数码化、电力的制造、安装、测试和调试电网和铁路网络的基础设施。而核心业务 EPMCC 就代表着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and Commissioning of Power Substations,Transmission lines and rail electrification 可以分为6个部分，其中包括 HV and EHV electrical system 高压和超电压电气系统 Transmission line and power cable 传输线和电源线 Infrastructure asset management 基础设施资产管理 Power generation 发电 rail electrification and signaling 轨道电气化和信号系统及 Power distribution and smart grid 能源分配和智能电网。那简单来说就是提供供电器 EPCC 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服务 One Stop Solution。 那今天只是简单的介绍他们的业务，更多的时间将会用来讲解他们的扩张，所以想要深入了解他们的业务的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区打上 PES， 小编我以后将会为大家来做一支影片讲解。那深入了解 Pestech 之前，扭转乾坤有一件重大宣布，那就是扭转乾坤蓄势已久的重量级课程贯通财报线上课程正式开班了。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要教大家如何简单明了的看懂财报，从中找出基本面强劲的潜力股，避开有问题的地雷股，和看透一家公司未来的表现，成为精明的投资者。而这一次的课程内容长达15个小时，保证诚意满满。此外，这个课程还赠送了财报锦囊班，主要教大家所有阅读财报所需的知识和9家来自不同领域的实战案例，好让大家学以致用。而且所有内容都可以无限重复观看，保证物超所值。那福利来了，那就是如今报名也将会享有48%折扣，只需288令吉，但是名额有限，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或者面子书私信小编报名哦。那之后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收入分布。根据年报，公司的市场覆盖范围包括了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泰国、缅甸和巴巴纽几尼等的国家，同时他们也正积极的在更多国家拓展业务。不过 Pestech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在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同时他们也正积极的在更多国家拓展业务，而且在近年来 Pestech 逐渐专注在柬埔寨的拓展业务，因此 Pestech 在柬埔寨有一间上市公司，那就是 Pestech Cambodia Public Listed Company， 而他们在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收入分别占了他们总收入的 57.2% 和 40%。 那这里也要说一说他们柬埔寨的业务，毕竟他们贡献的收入占了 40%， 排名第2。那主要 Pestech 会想在柬埔寨扩张业务，是因为柬埔寨电气化率是仍然处于非常低的，而这也显示该国市场具有巨大的机会和增长潜能。所以如今 Pestech Cambodia 是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并准备从电力消耗的增长和当地政府未来5年发展电力基础设施的计划中受益。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Pestech Cambodia 是一共获得总计 117.3 个 million 美金的25年 O&M 合同，或者可以被统称为 Cambodia's Concession Asset。 那他们的客户主要是 BOT 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 特许权的持有人，而且也不曾参与输电基础设施，也就是 Operating and Maintenance O&M Service 和建筑工程的技术活动。那所谓的 BOT Build Operate Transfer 意思是公司会根据合同定下的期限里为客户管理与经营该建好的项目，之后再转手给顾客。那自2018年以来，公司一共获得了25年总计 117.3 个 million 美金的输电系统的 O&M 合同，而且每年可创造 4.69 个 million 美金的营业额，为 Pestech 带来 17.77 个 million 马币的营业额贡献。所以他们在柬埔寨的未来前景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最新出炉的年报公司表现如何。从这里看，公司的业绩是有增长的。在收入方面， Pestech 在2021年的财政年度是取得了历史新高的收入，数额为889个 million 马币，与上个财政年度的797个 million 相比是
增长了 11.54%， 当中贡献最多的就是 Power Generation 以及 Rail Electrification， 分别为2021年财政年全年的收入贡献了 61% 和 35%， 而且与上个财政年相比，这两个业务部门的总收入贡献也提高了 13%。 与此同时，营业利润 Operating Profit 也比2020年财政年的水平增长了 21% 以上，达到125个 million， 税前利润 Profit Before Tax 更是到了114个 million， 那这是因为他们有着更好的 Profit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更高的财务收入和更低的财务成本，以及较低的税收支出的共同结果。那较低的税收支出的部分是因为 Pestech 在柬埔寨的建设转让项目 Build Transfer Project 获得的税收优惠，因此 Profit Before Tax 利润率从2020财年的 11% 增长到了2021财年的 13%， 而 Annual Profit Margin 也从2020年的 8% 增长到了2021年的 1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了解 Pestech 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优势。首先是 Pestech 的生意模式能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那怎么说呢？我们就必须先来了解他们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生意模式。他们的生意模式一共可以被分为3种，那就是 Build Operate Transfer BOT、 Build Own Operate BOO 和 Build Transfer BT。 那第一个 BOT 的意思就是公司会根据合同定下的期限里为客户管理与经营该建好的项目，之后再转手给顾客，但是项目的利润是属于顾客的， Pestech 只会获得顾客支付的管理费和经营费。之后第二 BOO 就是公司将拥有项目的所有权 Ownership， 并且继续经营与管理，同时项目所赚得的利润将全部属于公司本身。那之后 BT 的意思就是公司将拥有项目的所有权，并让顾客以分期付款，在最后的付款后才把建好的项目转手给顾客。简单来说，就像一个 contractor。 那 Pestech 目前就拥有1个 BOT 和2个 BT 资产，并为2个变电站和总计315 km 的输电线路提供营运与维修服务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所以这一些 BOO 和 BOT 的业务都能不断的为他们提供收入，这也就稳定了他们的收入来源。那接下来就是他们强大的合约资产。随着集团继续执行他们订单下的特许权项目 Concession Based Project， 当前合约资产 Contract Asset 也从2020财政年的775个 million 增至如今的935个 million。 那根据目前手头的项目，预计这个趋势至少会维持到2023年之后，就是他们也在不断努力寻找合作与扩张，并且乘上再生能源的新趋势，并从中受惠。其中就包括在今年的7月 Pestech 与 Sarawak Energy 签约合作，以共同研究并探索清洁代替能源解决方案，以取代柴油发电和其他化学储存方案。如果一切顺利，随着沙劳越政府实现到2025年在沙劳越提供全面电力覆盖的雄心，而该项目的成果预计还将解决太阳能系统的电池处理问题。这也顺应了政府早前公布的第12大马计划，誓言要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再来就是 Pestech 已经在2021年10月19日与 Gatena Holding Limited 签订谅解备忘录，以探讨合作，并在东盟地区 Asian Region 开发 Waste to Energy 的解决方案。这里也来科普一下， Gatena 是一家在英国和瑞典营运的公司，他们开发并拥有了世界技术先进、高效和环保的 Waste to Energy 工艺的全球专利。此外，在2020年 Pestech 的子公司 Astoria Solar Farm Sdn Bhd 也投资了400万美元，大约1600万马币，从2个人手中收购 Green Sustainable Venture Cambodia Co Limited GSV 的94% 股权。经过收购之后，这将使集团拥有在 Bavet City Suirang Province Cambodia 开发的首座20个 million watt 大型太阳能发电厂项目和为期20年开发特许权。这样一来， Pestech 也就打开了柬埔寨的再生能源市场。另外，公司管理层也很自豪地强调这个 LSS 电站的独特性，因为它将配备有源接波滤波器 Harmonic Filter 来帮助提供高供电的质量。管理层承诺确保 LSS 的成功投产，并展示不仅可以持续而且电网友好的光伏发电基础设施，这将成为 Pestech 集团未来所有太阳能发电厂的指标标准。那除了太阳能， Pestech 也与 TNBX Sdn Bhd 的那个的一家全资子公司合作
说建立 EV 电动汽车的充电站。目前他们总共安装了18个充电站，可是这些充电站的盈利将不会在短期内实现，而且他们是唯一一家与 TNBX 合作的非政府组织。但是除了 Pestech，TNBX 还与马来西亚绿色技术公司 MGTC 合作安装了73个充电站，而 MGTC 是一个政府机构，这意味着 Pestech 需要和 MGTC 竞争，所以由此可见 Pestech 是不断的涉及各种拥有趋势的领域。那近期 Pestech 也从 RTS Operation Limited 获得了关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柔性捷运计划 RTS 牵引供电系统合约的接收函，总合约价值为 64.9 个 million， 这也意味着他们拥有符合国际标准而且可以全面交付 EPCC 计划的能力，这对未来争取海外合同有着很大的帮助。那说了那么多他们的优势，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又有哪一些利空的因素。首先就是 Pestech 的债务是非常的高，根据年报显示 Pestech 的 borrowing 是高达 1.25 个 billion， 但是它的现金也仅有184个 million 而已。如果扣除现金的话， Pestech 是处于 1.07 个 billion 的净负债 net debt， 这也让他们的 debt to equity ratio 高达 2.55 倍，而短期债务与现金比则是高达 2.67 倍，也就是说 Pestech 的短期债务是超过了现金的 2.67 倍，相信这也是让投资者却步的原因。之后就是公司的现金流，如果表面上看的话，公司的 operating cash flow 是蛮理想的，在2021年全年有着正面的净营运现金流 positive operating cash flow， 而且对比去年的负151个 million 增长了大约 136.22% 至 54.7个 million。 但是同时也要注意的是Pestech 在2021年的 receivable 是呈现着现金流出，证明 Pestech 的应收账款是有所增加的。但是如今的收入增加 ，trade receivable 的增长也是难免，只要不要预期就可以了。然后虽然今年他们有着 110.97 个 million 的净现金流入，但是相信现金增加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公司从 term loan 那里增加了 186.81 个 million 的现金流入，也就是说 Pestech 借钱来偿还之前62个 million 的债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 Pestech 的 borrowing 会那么高，所以这一些都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事项，看看未来是否有改善。那他们在10月27号的时候也宣布了一项每持有8股 Pestech 将会获得2个红股以及1股平单的红股 bonus issue。 那大家觉得这样一家不断扩张趋势领域但是债务却偏高的公司是你们喜欢的公司类型吗？觉得是的朋友们请在留言区打上1，不是的打上2，并在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